老板，我这有一块家传的金锭，我这一查资料啊，竟然是康熙年间的。我也不管它值不值300万了，急用钱，100万卖给你了。这上面写的确实有字儿，康熙27年，山东济南府捐书。这先不管它字体怎么样，就说你这个金锭，这如果是真的话，这可远远不止300万了。我都无所谓了啊，因为这块金锭啊，是俺女朋友家的。反正他爸已经找网上的专家估过了，值300万。我觉得跟耍猴似的，不靠谱。可被你说着了，网上的专家有时候这个估价确实不靠谱。首先，他这个连真假都没给你看出来，上来都给你报300万，这个醉翁之意明显不在酒。就单说上面写了，你看10两黄金，真正的黄金这么大又这么厚，怎么可能只有区区的这30-40克嘞？这多重的话我还真没有称啊。反正就是我急用100万救急。我准备变现换点钱花。我看这个金锭外观是挺好的。那这个外观看着确实没啥问题啊。这种外观的形状是束腰锭，中间窄，两头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也别生气。就像这种束腰锭上面的字口，它这是属于驴头对不上马嘴，因为束腰锭啊都是明朝以前的定型，而你这上面写的是康熙27年，这可明显是清朝的时间点啊。你说这个时间点吧，我不知道。我准岳父大人说传几代人的时间了，而且已经找专家给我看罢了。我感觉啊，值个100万没啥问题。这个首先啊，这个还是他这个时间点的问题。那岳父大人找了这个专家，我感觉有点不太靠谱，因为现在网上专家啊，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不相信呢，对吧？我感觉你应该是那种人间清醒。对吧？因为这个网上专家现在他这种骗局啊，也不是啥隐瞒的事了。通常他们都是以报高价，以高价吸引你的信任，然后再利用你对这些股东不懂的心理，借机骗取你后续的各种费用。反正我感觉吧，他们给300万有点扯。这都按黄金卖，也就是个1-20万。那是按黄金溢价5倍来说啊，也就值个100来万吧。那其实股东溢价也不完全是这样算的，物以稀为贵。你像清朝的金锭比较少见，尤其是像这种带字口的更少。你像拍卖会上都没有这种金锭，所以说就单看你这个束腰锭上面带字就凭这一点它就不会便宜了。对呀，你看值多少钱，老板卖给你了，卖给我。还是那句话，首先你这个金锭，我感觉它这个材质不是黄金，因为重量达不到。我先来听一下它的声音啊。你看，听着也像金属的，但不是过去的黄金。你看，镶金铺大银，黄金啊，它不会有这么响，知道不知道？这一听，我听着像这个银子的声音。还有，另外就是你这个，你看，虽然说是外边是黄的，但是你看通过它的字体来看，里边发白，看到了吧？有可能是银子，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因为过去啊，它这个篆刻都是纯手工篆刻，还有你这上面的字体也不一样。你看，康熙27年，山东济南府捐书这个书打错了，包括金锭10两整，10两，你包括它这字体啊，也明显不是过去的字体。所以说，综合这几个原因嘛，我这看你这个锭子是有问题了。有可能是现代的艺术品。没啥问题，这俺老丈人都传了好些年了。我知道，我现在感觉着，如果说是银子的话，外边镀一层黄金，或者是怎么着，也就市场价也就一个银价1000多块钱。这啥意思？这你都给我1000多块钱吗？对，我给你估的市场价大概也就是1000多块钱。你别给我开玩笑了，你拿过来吧，你懂不懂啊？你没事，你回去问问那老岳父，问你老岳父看搁哪来的都知道了。人穷了一辈子了，这后半生不想再穷了。我听说这个黄金涨价了，我就这3个金条卖了它。哎呀，大爷，你这是2根长条和金锭，我看这个金锭啊是乾隆11年的，可惜的是你这3根金条啊存在不同成色的褪色。这3个如果是真的话，确实可以保证你后半生衣食无忧。大爷，我很纳闷啊，这3个如果真是古董的话，你要是按现在的金价卖，那就吃大亏了。那肯定不能按金价卖呀！那时候金子
70块钱一颗，人家都给我了300多了。哦，现在也是500多一颗。你再少带脚，几千块钱。2、3千呢。那是嘞。原来你这样是按金价来算了，你这相当于是拿时间去换金钱，这样算最低标准，也没啥，没毛病。一般像这种过去的长条和金锭啊，他们这个比较稀少，和品相直接挂钩，品相、字口、器型不错的话，还是按个卖比较划算的。大爷，你能说一下这仨东西这是哪来的吗？这是门儿的俺爸给的，这是给我几年了。给你几年了啊？这刚开始颜色不是这样的吧？给我的时候可黄，这黄了时间长了，它有点它有点弄那了，是变色了，是有啥包浆啊啥东西来？我要求也不高，孩子也都结了婚了这卖了钱能够我下半生。够我花的都中。原来这啥东西是老父亲给你的，相当于搁哪来了你也不清楚我不知道。其实这个真正的黄金啊，只要能达到这种器型的话，它的含金量基本上接近99.9%。即使你放的时间再长，首先外表这个表层不存在有包浆，而你这3个可不是包浆，这很明显是氧化褪色了。就目前这3个现有的器型，加上他们的字口还是不错的。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哪一个市场价都得小100万。先说这个乾隆11年的金锭，你看上面写的主次，说明它这个含金量达到赤金的要求。人无完人，金无主次，意思就是没有比它更纯的黄金了。金凤相一般就是铸造金锭的3号。现在买黄金首饰说最多的是老凤相，但是金锭上一般打金凤相，像这种标识大几率都是在网上几十块钱都能买得到。这几十块钱你管买啥？我给你几十块钱，你管给我买回来黄金吗？那不管。听你说话，你看特别扭。大爷，你还真别说，你给我几十块钱，我还真能给你买到一模一样的东西。过去像这种金锭可以说是无大锭，意思是说不是没有，而是比较少，所以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首先看完你这一个，另外2个我都不看了。首先就是说它这个材质不对，黄金它不存在氧化，所以你这都褪色了，足以说明它不是黄金。另外我们说器型的话，尤其是上面写的字，很明显犯了一个错误，这一看就是现在的电脑体。金锭在过去都是浇铸而成，很明显你这也和过去的不符。最重要的参考就是重量不达标，你3个加在一起的话，就像你说还不到1斤，而过去30两的话，它的重量可是1斤多很多。我这拎着你这3个也不过也都是不到1斤，确实也都几百克。你说这3个能值多少钱吧？你说这知识是专业知识，还没有多少人管听懂。你说的对，我就直接给你报价就行了。鉴于你这3个都不是黄金，从褪色这里都能看出来，这3个给你定义为艺术品，买的话可能也就一个几十块钱嘛。这个假的估计还真能保值。你遇到喜欢他们的人，估计你也能卖个几十块钱。那你拉倒吧。几十年前你也都给我10来多万了。我也不卖了，我不卖了。说实话，大爷，你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你10万没有把它们卖出去。你现在说实话，再想卖都很难了。你还收起来吧，这东西俺要不了。那我不卖了。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刚认识男朋友，他送我一个大金锭。没想到我的发财梦也实现了。你不要太激动，这个金锭如果是真的，确实不得了。看字口落款，这可是清朝雍正年间的金锭啊。对，我知道，这不是一般的黄金。我男朋友说千万不要卖，这是古董。雍正年间留下来的金砖金锭，在我们行内没见过。看你这个锭子大小的话，应该是10两的重量，中间窄，两头略宽，符合清朝的定型。10分金的意思就是含金量达到了主次。既然那男友不让你卖，你这拿出来做甚？他是天经经万嘱咐不让我卖。但是像我们女人多少有点虚荣心。那是。我想知道大概的价钱之后，好在我闺蜜面前炫耀。炫耀我看倒不必了，即使虚荣心再强，人家经常说财不外露，财不外露还是多少有一些道理嘞。我闺蜜她也不是外人，我只为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一个人，到时候不让她告诉别人就行了。哎呀，你这话说来轻巧你不让她告诉别人，她就不告诉别人了吗？在别人面前炫富这是一件容易让人产生嫉妒的事情。闺蜜有时候也是人心隔肚皮如果真有什么好事也就算了，像你这个金锭万一被别人当笑话传的话，
那坏事传千里，立马你这朋友圈就炸锅了。你说这话说的可消极了。这么大一个金锭子，在我这放着呢，我还怕别人笑话吗？比一套房子都值钱吧。哎呀，如果你真的过得好啊，别人可能对你也就是羡慕；如果你在他们面前说大话，恐怕会引起别人的同情。你说这话啥意思？我有什么值得同情的？他们应该羡慕我们才对啊。羡慕也好，同情也罢，恋爱中的女人啊，有时候智商大多数存在不够用。你这刚认识的男友，他为什么要送你一个金锭呢？还是古董金锭？难道你就没有质疑过吗？我质疑什么呀？送给我金锭，这叫爱，说明我魅力够大啊！你说话他神经兮兮的。不是我神经兮兮的，鉴于你们才认识，我给你讲一下这块金锭的真假。我洗耳恭听，你说吧。首先来说一下它这个材质啊，不是黄金，托在手里边你看轻飘飘的，重量明显不够。这个食量啊，咱们来用电子秤称一下，清朝的食量是37.3克。我们经常玩银元，银元是26.8克。清朝那时候啊，元两之争的就是这几克的重量，食量应该是373克左右。你看一下，你这只有区的170多克，所以重量不够。单从这个重量上就给你否定，它就不是黄金。不可能不是黄金。如果不是黄金的话，那它怎么这么黄嘞？发黄它不一定就是黄金，有时候啊，你看外边这个是镀金。以现在的科技调制勾兑出类似于黄金的颜色实在是太简单了，而且大家都知道黄金啊极其不易氧化，你仔细看一下它这个背面，这都呈现出很多地方都褪色了，所以材质啊不是黄金。那不是黄金的话，那它是不是古董嘞？既然它不是黄金，自然也不是古董。我就给你说一个字吧，过去的字体啊和现在的字体有明显的不同。你仔细看雍正的雍字，祥字的第一笔它就写错了。这个雍正的字体啊，在清朝那时候就相当于是错别字，所以从它这个字体断定，这个就是赝品。老板，你没有忽悠我吧？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啊！我绝对没有忽悠你。别人经常说宁毁三座庙，不拆一桩婚。我看你们也是才认识没几天，他就送给你这么大的一块金锭。我必须得给你实话实说，让你心里边清楚啊，别稀里糊涂的因为这个赝品以后再出什么幺蛾子，对吧？好嘞，好，谢谢老板了，不见笑了哈。不见笑。我从收包那里那里啊买了一个金元宝，你帮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黄金的，我从中能挣多少钱？从收破烂手里买个金元宝，这收破烂手里能会有啥黄金呢？来，我看看啥的吧。我这是捡了一个大漏，1000块钱买回来的，卖好了能卖100多万。这一次我应该赚大发。哇塞，你这个个头可不小啊，真大个，拿来唬人还行。看那外边，这有很多地方这都褪色氧化了，这不是黄金啊，也不是古董，这咋可能赚100万呢？挣100万只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想法我是分2步走的。第一个，你首先看它是不是古董。古董的话，那都不止100万了。这肯定不是古董啊！这过去哪有那么大的金锭啊？鉴于是不是过去的金银锭啊，它这上面的字口是关键。你细看一下这字口，这跟过去的字体区别很大。另外，过去的金银锭都是人工浇铸的，你这器型这猛一看，这都是机器做出来的呀。你首先不要讲什么专业知识我既然1000块钱能给他买回来，我保底从里边上面提炼的黄金得2斤。这我没听错吧？这个材质还没有搞清楚是啥嘞，你张口要提炼了2斤黄金，这让我有点犯迷糊啊。你先听我说，如果这个锭子是真黄金的话，它不可能掉色氧化。你细看它这底部，你看都发黑了，这不可能是黄金。专业的事都得交给专业人去做。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位专门提炼黄金的专家，给他2万块钱的工费他愿意替我去试试。又是网上的啥专家？能提炼2斤的黄金，我估计他还是给你打了包票。其实像这种专家要是有真材实料还好，那就怕他冲着你那1万块钱的工费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吧？就像你这个金元宝，压根儿它都不含黄金，你说他身上咋可能会有黄金呢？另外，如果真有黄金，它不可能出现在收破烂手里边
收托人说了这是一个败家子富二代卖的。哦，那个富二代说了，他祖上是传下来的宝贝。哎呀，你不要一味的听别人讲什么故事，就单说你这个金锭啊，这和过去的古董一点边都沾不上。刚才我都告诉你了，这上面的字口，这都是电脑体一眼假，因为过去的钢印它是纯手工刻出来的，所以一看字口啊，一眼假。另外，无论是金银锭，它这个翅膀两侧的翅膀不可能有这么匀称，你细看一下，这翅膀高低这都一样，所以这一看就是机制出来的。另外，这真有黄金的话啊，第一个重量，比这要重很多，而你这很轻。第二个，它更不存在这个氧化、变色之类的。专家说了，这氧化很有可能是外边的金子布。反正呢，就类似于金包银，把金子提下来就行了。金包银。你这想啥嘞？这咋可能是金包银嘞？金包银顾名思义就是外边是黄金，里边是银，用黄金包裹着银子。这么大个的话，这工得多麻烦吧？另外，如果真是金包银的话，你恐怕这外边这一层它也不会氧化褪色啊。那依我看，这就不是什么金包银，甚至连银镀金它都不是。可能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反正工费也不高，才1万块钱再说了，这是1000块钱买回来的。你这是再是1000，你说实话，你这1000块钱买回来已经是花好多钱了，另外再掏1万的工费，那是专家的一个套路。我劝你啊，这个东西，因为你还没有去找到嘞，你最好不要去破1万块钱去冒这个风险，因为你这个东西它就是现代的艺术品，一眼假的东西。你再去冒这个风险就不值当了。我感觉这个风险必须得冒，因为啥吧？你花1万块钱挣100万的事儿，我会不干吗？对不对？那你去试试也好。对呀。不过反正没提炼出来黄金之前，你最好不要给他钱就行了。我先给他钱，你也说了先给钱再提炼。那你还是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行。玩音乐，我终于找到捡漏的地方了，200块钱一块，我先买2块回来玩玩，跟人家祖传的一模一样。200一个卖银元。那如果是真的，确实是不贵。26.8克的银子现在都在100多了。来，我先看看是啥的。你说的对我感觉这200块钱一块买的很超值。最起码它都是银子，大不了我卖跑了也赔不了啥钱。你这2块是顺小头，看样子确实是银的。通过外边的银色看的话，含银量应该是不高，属于现代机制的真银假币。啥假币啊？100%不会假的。人家老板都给我承诺了。咋说？保真银。如果不是银子的话，赔我1万倍的损失。这承诺确实是挺诱惑人的。他承诺了没有一丁点毛病。你这俩小头，他就是银的，但是可以肯定了不够老。200块钱一个卖给你，人家也不会吃亏。做生意，人家肯定是有钱赚的。你这是在哪捡的漏啊？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你的因为我在打印店里边买的因为他柜台里边摆的有好多块银元好几百块的我就买了2块给我一模一样的你看看我看看你这2块真假完全没问题啊，这一看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我实话告诉你吧，恁家的这种小头啊是目前我们国内发行银元里边最便宜的，因为他们这个存世量太大，所以你买了这2块你也不用当什么机密藏着掖着。你先别着急了我这2块便宜没啥关系但是他那柜台里边有很多那种带龙的呀啥的呀我就想捡个漏啥的。你可拉倒吧，如果真有漏的话，人家大金店他自己就卖了，不至于说让你去捡这个漏。你像那种普通带龙的龙呀，和你拿过来的这些小头，它可不是一个级别，价钱它错很多啊。在他那里都是一个价一个价，因为他打金祖传下来的从他爷爷那一边算里边的会员都是顾客给他换的，全部都是200一个。你这很有可能被别人忽悠了。过去确实有很多人啊拿银元去加工银手镯，但是用银元换银手镯的少啊。就从你拿过来的这俩银元来看，首先含银量和过去的银元还是有区别的。过去银元你看它是9银1铜，89%的含银量，而你这个含银量最多也就70%含银量。说实话，只要是银的我感觉就不咋吃亏人家老板承诺了就是保真银只要不假
有朋友要，我能卖个1000块钱的。那像你这种真银假币，自己娱乐娱乐就行了，你可千万别推荐给朋友啊！咱说句不好听的，真银假币你再放几十年，它还是假的呀，永远只是银价而已，而不像你这俩小头。虽然说这俩小头没搬，品相虽然说是通货状态，但好歹是老货。你现在随便拿出去，到任何地方它都有价值，高了没有？600块钱一块还是有的呀。最便宜的都600了，那我这一次净赚800块钱。哦。买那种带动的，岂不是赚的更多吗？咱俩在这沟通半天了，是我没讲明白，还是你没听清楚啊？像你买的这俩小头，它仅仅就是银子而已，70%、80%的含银量，你算一下，成本才100多点，卖给你200一块的话，还赚你几十块钱嘞。它不是老货，所以啊，它卖不了你这种老货的价格。我看的区别不大，我朋友他什么都不懂，反正别人给我怎么说，我就给朋友怎么承诺。哎呀，怎么承诺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我觉得你还是实话实说为好。你就告诉他们是在这个大金店买的，人家老板只包真银，你给人家说清楚，不至于说摆回来那朋友当真银元买了，对吧？到时候也卖不上价钱，再找你的事不得劲。我才不这样说的，我这样说的话，那我还怎么能挣他的钱呢？这样的你都别管了。好，我不管了。最后再提醒你一句，朋友的钱，对吧？千万别这样挣，留点良心给自己就行了。挣不挣钱是我的事儿，你都别管了。好。俺这个同学啊，太不地道了。咋了？因为关系好，他结婚我给他包1万块钱的大红包，没想到只换回来一小坨黄金。现在黄金可不便宜啊，一小坨的话得看它有多少重量。来，我看看是啥来。我个人觉得吧，礼尚往来啊，还是拿钱比较现实。我朋友突然之间送给我这个，然后心里感觉很别扭。你这心里也不用想太多啊。这个黄金啊，自古以来它就相当于是钱，在全世界啊，大家都比较认可。况且你这个还不是一般的黄金，你这都已经评级入盒了，这是正儿八经民国那时候的半两金锭，含金量和现在的黄金啊相差无几。而且啊，你看它标注的还有重量18.7克。你这个同学没有弄虚作假，送给你的这说实话你也不吃亏。关键是他不让我卖掉，说这个东西越放越值钱。你不知道，我这才结婚手里面急的人需要用钱。这东西不让我卖了，再过几年万一是个假的，那我咋弄啊？你这应该是误会那同学了，他大概的意思可能是想告诉你，这个东西啊，如果在不缺钱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收藏时间长一点。确实是放的时间越长，价值越高。当然啊，黄金你也可以随时变现。一般像这些入盒的东西啊，真假可以完全对比官网。再说你这个同学，他也不可能送给你假的呀。不是假的都好，我都完全放心了。你看这黄金呗，搁这里面装装，我这拿不出来，只能干看，摸都摸不着。我这咋能才能叫它取出来啊？一般像这种评级的这个盒子币啊，外面的盒子基本上都是密封的、固定的。如果你想把它取出来的话，你只能把外边这个盒子砸开。如果你想收藏的话，完全没必要把它砸开。想变现换钱的话，最好是连这个盒子一起卖了，因为这个金锭已经评级入盒了，多少还是有一些评级费的，带盒更方便出手。我明白了，人家都说生是古董，乱是黄金。你说我这个金锭是按黄金价卖，还是按古董价来卖？说实话，你这个半两金锭比较特殊，它既是黄金又是古董，它算是有着一个双重身份了吧。首先，它这个含金量和现在女士们戴的黄金首饰、金砖、金条含金量是相差无疑的，都是属于主金。因为过去的炼金技术也是非常牛的，含金量在99%以上，然后就是它这个纯石量比较少了。你像民国那个时候，因为金圆券滥发超发，实际购买力很弱，市面上大家最认可的还是黄金白银，而当时的黄金储备又特别少，所以像这种金锭特别受欢迎。你这个在民国那时候相当于是5钱2个这么重的才能兑换一条那个小黄鱼。因为黄金在当时也算是比较贵重的货币，所以整体流动痕迹不是太明显。你看你这个给的是 MS61，整体品相各方面来说还是不错的。
金锭上面的字口前后看起来特别明显，因为重量在这放着了。现在金价又那么贵，18.7克的话，我给你大概估算的话，能卖个1万块钱冒头，还是绰绰有余了。不吃亏就行啊！说实话，我还以为我吃亏了嘞。没有这2天让我弄得心神不宁了。哦，完全是你多想了。你这个5000的金锭啊，重量在这放着呢。你即使按现在的旧金按破烂卖的话，也能卖个8、9千块钱。更何况你这是100多年前的东西了。还是那句话，你不缺钱，你可以继续留着。哎，如果缺钱的话，随时随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卖个1万多块钱。完全是没啥问题了。好，我这拿回去吧，我这都放心了。行，我这激动的呀，几天几夜没睡着觉了。没想到2000块钱捡漏了一根大金条。你赶紧帮我看看能赚多少钱吧？2000块钱捡漏一根大金条。对，银元能捡漏，金价现在那么高，金条还能捡漏吗？来，我先看看是啥的。我这也是属于无意中捡漏，我也没想到2000块钱会捡到漏，所以说啊才激动的几天几夜没睡着觉。你这个猛一看，大小确实像100-200克的金条，但是我拖的重量不对啊，我还是来先上秤给你称一下吧。你看，只有113克。对，我这几家金店都称过了，你们的重量都相差不大，因为这块金条啊，我感觉有收藏意义，所以说我来找你。现在的机制金条啊，只是纯粹的黄金而已。通过你这个壁面克重标识来看，很有意思。AG999，哎 ，AG 是黄金的缩写，999是黄金的含量，对，10mg 就是10毫克。那你这也没啥漏可见啊，只是10毫克的黄金而已啊。刚才你不是称过了吗？标准的100克的金条啊，你注意外面盒子的重量就行了。说实话，你这外边这个亚克力盒子啊，无论你卖给谁，这都得打开。那不能打开，你打开的话品相就不好了。你不打开，第一个重量它是不标准的，第二个像你这个金条啊，很明显是现代的机制金条，即使是真的呀，它和这个银元也没法比，你就是当镜子一样保护它，它也就是一个金价而已。你这2000块钱在哪捡的漏啊？外人的漏肯定是捡不到，这是我朋友啊，去年借我2000块钱，专门抵押给我的，1年的期限，现在他失联了，就变成我的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你想想，如果这是真正的黄金，咱就按100克的重量，去年的金价1克400多，他就按金价去卖，那也妥妥了4万多的现金啊！你想想，现在黄金涨得这么猛，只借了你区2000，对，他怎么可能会失联不要了？这里边是有问题的呀！我感觉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本来我也没打算按金价卖，我想看看有没有人当股东收藏，比黄金卖的多啊！我只能说你这个如意算盘打的是真好，只可惜啊，你这想法太稚嫩了。第一，你这个和股东没有一丁点关系。你像过去的金银锭、银元，他们由于历史的存世量也就那么多，你包括这个庚申年是1980年，你这种金条啊，就是为了纪念1980年发行了第一套邮票。但是这个金条啊，可不是1980年生产的，有可能是去年，也有可能是上周，时间点上不确定，而且数量上也不确定。只要有模具，都可以随时做。而古董啊，它是有数量的，这是时间和量的一个区别。就拿你这个金条，它压根儿就不是黄金。你想想，这么大个的一个东西，真实的黄金含量只有区的10mg 10毫克，所以这东西啊，就是拿来唬人的。咱说句不好听的，你拿这个去金店卖，别人他都不会要。不可能不是黄金啊！这个金条啊，金店都想按金价收。只不过我不愿意，我没让他们拆开外面的包装啊。外边的包装啊，根本就不用拆。这明眼人一看，它的这个含金量、重量就不用称，对不对？就果断的给放弃了。咱说句不好听的，你无论是当股东还是当黄金来卖，你这外边的包装盒不拆，重量没法称，真假你没法辨别啊。你看你说到这儿了吧？我这打不开盒子，你连真假都看不出来，你就别压价了。不压价，不存在压价啊！我给你这个鉴定的结果，你竟然不出乎意料，反而感觉我在试探你，给你在压价。我给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啊，你这是不懂行，你真假黄金你都分辨不出来。为了你那2000块钱啊，我建议你还是把东西保存好，找到你那个朋友，
把钱给他要过来，这才是正事儿。你这鉴定结果啊，我不认可。哎，你这个人呐，送上门的生意你都不做，哎，那我只能找别人去了。好，那你找别人吧。昨天我在俺那街边根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路边根有一团纸，我用脚一踢都瓷黄的。那不会是黄金吗？你看看，我看看，你打开。大爷，你这可不就是黄金吗？这重量估计得有30-40克吧？这托在手里边非常沉啊！这颜色，这金黄的，这不是黄金，这是啥？关键是我不会收黄金啊，我们只玩过去的金银锭。你不会收没啥关系啊，我就是怕看是过去的古董事因为我知道过去的古董可比现在的黄金贵得多。你说的很对，过去的古董和现在的黄金它不是一个量级，因为过去黄金无大锭，基本上像你这30拍个的重量，常见的也就是大黄圆而你这个很明显啊，没啥形状，这一看就是个人炼造的金块，也就是现在的黄金，并非古董。再说了，你在哪捡的呀？这我在我们那条商业街上头，我和我老伴经常搁那打扫卫生。反正那个附近也有开金店的。有开金店的，那都对上号了。这有可能啊，是人家金店，对吧？一个不注意，用卫生纸包着，可能当垃圾给扔了，或者是从兜里边、包里边窜掉了。你想想，既然包卫生纸里边了，有时候感觉卫生纸脏了，或者是没有用了，随手一扔，有可能就是这样子，确实是黄金。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个人这一辈子都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好低着头走路，经常是个这个是个那个，是个好多东西都。那你低着头走路，其实也不是啥好事儿，时间长了颈椎受不了。像您这大年纪了，低着头走大街上也不安全啊，街上车水马龙的。你不管咋说，捡到几百克的金条，这也算是捡个大漏。按价值算了，估计得10几万吧。10几万可不中啊！我昨夜没有睡着觉。我上网你要查查找专家，你都给我定个价定多少没？咋说？价给我定500万。500万？我今个早上就把扫地那活给他辞了，我还不干了。工作辞了。毕竟你年龄又恁大，吃了也行，靠这几百克黄金也能养老。可是你这一夜不睡觉，它也不是好事啊！你一直到现在，你这找啥网上专家管估500万？这都忽悠人呢！黄金的重量它是固定的，价格是透明的，这几百克咋可能值500万？专家都跟我说的清清楚楚的啊！他说这种黄金造型的，跟一般不一样，好像宋代的金饼那个样的。宋代的金庭存世量很低很少，那你这可能就是那个古品，还宋代的。你这一估，你居然还相信了，可见你是多么想发财啊！你这真是入别人的下怀了。这可不是宋代的金庭啊，宋代的金庭也不长这样。宋代主要货币还是银子，银锭它有10两的、25两、50两，规格不同。因为过去黄金比较少，所以显得就比较贵。所以宋代的金锭大概像2根筷子，并起来，那么长那么宽。这个形状说实话跟那区别很大。因为宋代的金锭已经距今很多年了，当时炼金技术还达不到4个9。这个最好的黄金含量大概在97%左右，里边有少量的铜、铁、镍，提炼不出来，所以黄金颜色并没有你拿过来的这么锃亮，这一看就是4个9的镀金。你看过去人经常说7青8黄9紫10赤，指的就是含金量的多少。所以从这个颜色上看你这个就是镀金，然后造型更不是什么古董。因为古董必须得有观赏性，你这算啥？要形状没形状，而且中间你看还划了一个洞，我客人看就是一个金价，有多重算多重，你这大概也就10几万吧。10几万？你给的太少了吧？素不相识的这个专家，他都光给我500万。素不相识的专家给你那么多，纯粹就是想赚取你的后续的费用。他们的套路就是给你估高价，当你拿着东西过去之后，然后骗你各种钱呗。没有你说的那邪乎人家都把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就等我这几天坐车过去嘞。那大爷，看来你还是相信别人的报价了。反正你这也是捡的，你先别着急过去，你多找几家实体店问问，你省得到时候吃亏，是不是？算了我看你们错的价格太高了。那是，我还是找专家，实际的看看到底这葫芦芦卖的是啥药。那行，那你去看看也行，给这个人家包进来，然后到时候他如果说给你要钱了，你别给他就行了。好，那走，好，我走了谢谢。好。
你给我看看这个东西，叫我心疼的3天没吃饭了。心疼3天没吃饭，这是遇到大事了。俺男朋友是开挖机的，他这一产生下去，3岁一块银元，传染一个金锭，叫我心疼几天了。哎呀，我看你这个银元啊，确实是伤痕累累。这是一块不得了的银元，广东双龙寿字币。这个银元咋残成这个样子嘞？他前几天在工地上开挖机的，一铲子下去，他把这个最值钱的银元都铲成这个样子了。挖机那么大，银元那么小，他应该是不知道，不然也不会铲成这个样子。这是广东双龙寿字币，如果是真的话，确实是不少值钱。哎，他这一辈子也不该他发财。这个双龙寿字币，我在网上也查询了，上一次拍卖好像是1000多万吧。你查得很对，10几年前啊，这个双龙寿字1两，它这个拍卖记录是1000多万。但是你这个双龙寿字币，它不是1两嘞，你看上面标注了有库平7002分，所以说啊，这个和你查的那个拍卖啊，还是有很大区别嘞。目前产成这个样子，说实话，无论值多少钱，它都没办法修复了，也只能说是残次品了。他现在一个月才几千块钱的工资，你说这个银元被缠成这个样子，我当时就反悔了，气得我3天都没吃饭了，感觉都给俺错过了一套房。错过了一套房。哎呀，你这个双龙寿字币啊，首先重量不对，你看和那个1两的有区别。然后通过你产的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东西啊，连银子都不是。可以肯定的是啊，这个银元它不是过去的东西，应该是你男朋友挖机那个地方，应该是被别人最近才放进去的。铲成那个样子了，反正也没人要了，先不管它了。幸亏同一时间铲出来还有2个杀手锏。还有2个杀手锏？哟，好家伙嘞！你这2个杀手锏有意思啊，这上面写的还有字：金凤祥，乾隆11年，主次。另外还是一个双喜1两的金锭。这就说明这个金锭啊，和你拿回来的这个双龙寿字币啊，他们是一路货。应该是的吧？我男朋友产的这个地方，据说我们村之前的首富在过去反正都是可有钱，也算是他的老宅子，应该是他放的东西吧。你们村的首富，在农村首富的话，应该也没多少钱吧？通过这几个东西，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首富应该是很高效的一个人。放什么不好，你放几个这个东西，说实话挺有意思嘞。我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见这个人家有放银元嘞，有放金银财宝嘞，第一次见放这玩意儿。先不管其他的了，你也帮我鉴定一下这2个金锭到底卖多少钱吧。哎呀，您这个金锭啊，首先从它这个成色上来看，你说实话，这确实看着像黄金。但是它这个材质不对啊，你看这很多地方这后边都已经脱色了，而且这个黄金的这个密度比较重，所以说它这个重量也不对。你这几个说实话轻飘飘的，而且这个声音也不对。你看，这个东西啊和你这个双龙寿字币是如出一辙吧，都是现代的仿品。70块钱。对。我给你拿几十块钱，你给我买几个看看。我感觉你的店面不大，而且你说话不太靠谱吧？应该是你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吧？哎呀，这个东西啊，见没见过咱都不再说了。你说实话，我现在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首先呢是挖到了这个银元，还是个双龙的，而且又有2个金锭。说实话，幻想着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然后无情的，说实话被别人看假，这是谁啊？谁都不会相信。但是你的这些东西啊，说实话，从你拿出来的这个我看都是一眼假。至于这个东西啊，咋是被你男朋友挖到了，还真不知道。我建议你啊，你还是找别人再看看。那这东西我肯定再找别人再看看，我也不能信你一家，是不是？那是。我有点不相信是假的。不相信是假的，那没事，这个东西。因为咱这一片干这个古玩的也比较多，然后你再拿走，让别人瞅一瞅，走吗？啥都不说了。